好，我是罗永宁。今天要来聊一个让人非常火大，但是已经有点退烧的事件，就是台达电的霸凌事件。因为我觉得这个事情非常重要，也跟我这个频道成立的初衷非常的一致。我觉得不能让这件事情慢慢的沉淀下去。而我这次影片也会开启英文字幕，所以你们也可以使用 CC 的英文版介绍给你的朋友们。同时之间你只要分享这次影片，并在底下留言的话，我会抽奖送出一件我自己做的衣服。这一件祖坟冒青烟的衣服，它是 L size 的，那我只会送出一件，然后我会用 7-Eleven 的电到店服务寄给你。因为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让越来越多人关注，越来越多人警觉到，甚至是让企业看到。那在开始之前我还是希望你们可以帮我点赞、订阅、喜欢、开启小铃铛。如果你喜欢一些职场上一些学习的影片或是我职场上的心得你也可以1个月用1杯饮料的价格加入我的频道会员。这个价格也可以帮我买罐罐给我家的猫猫哦。那我们开始吧 ，Go！事情的开端是2024年的12月16号，台达电的内湖总部发生了一件震惊全台的事件我希望它可以震惊到全球了。一名研发替代役男从楼顶上坠楼身亡。本来我以为我看到这个新闻只是以为是一个单纯的一个意外事件，殊不知网络上开始流传了各种爆料，从 PTT 到 D 卡，甚至是 Trade。说这个可怜的工程师在生前似乎遭受到了很大量的职场霸凌，压力大到不行。最后忍无可忍，只好选择了这个最极端的方式结束掉自己的生命，以表达他的想法。而这些爆料马上就在 D 卡还有 PT 上面整个炸开来。还有一张疑似是台达电内部的员工群组的截图流出来，内容听起来真的超级毛的。来，大家看一下，上面说这个人就是被他主管搞的，才会从2楼冲上8楼，并且大吼大叫的，然后还直接跳下去，并没有任何的迟疑甚至有9楼的目击者亲眼看到，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听他们的描述，看起来这已经不是一般的忍耐了，这已经是忍无可忍、无需再忍的压力来源了。当这个舆论发生之后台达电在12月21号就开始发表了声明，里面说到，他们虽然感觉到非常遗憾，但他们也已经开启了他们的内部调查，会努力的帮忙家属协助他们的后事，以及配合检警做调查。但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大家不买单。首先，网络上有非常多关于这个员工身份与背景的一些爆料出来，像是新闻有提到这名学生他是清大的学生，他是清大工业工程研究所毕业的学生，还曾经优秀的参与过产学合作，甚至帮助半导体的智慧制造做出了这些实质的贡献。结果这位优秀的研发替代役进了台达电之后竟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结束掉自己的生命。网络上有提到他的考绩被打了最低分，这到底是怎么样的标准呢？再来研发替代确实是由内政部所管理的，而台达电这间公司需要定期回报这位役男的表现状况给内政部。这让人怀疑到底是不是这间公司，也就是台达电他们内部的整个工作模式跟工作文化是不是太扭曲了，让员工压力大到无法负荷？我曾经也是研发替代役男当时我也是遇到非常大压力的状况，甚至有网友直接点名台达电的文化说他们的职场根本就没有在把员工当人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然我讲这些东西都是从网络上的资料找出来的，不一定是事实，但是我还是希望可以多出一点声音给大家看。所以希望不要下一个急的是我，好吗？好害怕，吓死我了！不怕，马上成为。但我相信一间公司它是可受社会所公平的，就像是台积电这么多的人在念它，好像它也是可以欣然接受，也是承认自己的错误，与慢慢的在进步当中。那我们再回到事情的发生，甚至根据报道指出该名身亡的台达院员工在清大的时候还受到师长的鼓励，想要鼓励他他那么优秀，可以去攻读博士学位。
但是呢，他为了减轻家中的负债，好好的照顾父母，减轻他们的负担，而选择了放弃学业，选择了先进行工作。没想到啊，才刚到台达电任职，就传出了这样子的事件。公司的声明说啊，这个死者呢，他是受到公司肯定的。但是啊，网络上的截图或是爆料呢，都指出说考绩被公司打最差。你认为哪个比较可信呢？欢迎留言告诉我哦。那大家一定会想问说，那这件事情呢，到底公司那一方有没有什么责任呢？后来呢，北检也跟劳动部好好的去关切这件事情嘛。所以劳检局呢，后来表示说，在事发当日啊，他们已经与消防人员一同去查勘过了，确认呢，该名员工是轻生。资方啊，也就是台达电呢，他们的设施没有违反了治安法，但是啊，他们希望呢，台达电内部可以好好检讨，并且在1个月可以给他们回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而在今年，也就是2025年1月6号的时候，台达电又发了一个声明出来，里面写着说，员工坠楼事件呢，查无职场不法事件与霸凌。里面提到呢，事发以来啊，公司呢，秉持着诚信与关怀，积极的协助家属善后，很优秀啊！力求厘清真相，组成跨部门调查委员后完成了调查。家属呢也理解呢这个事件呢和职场的不法侵害是没有关系的，也并非主管霸凌，所以结论就是查无不法。谢谢指教。那我相信啊，他这个声明稿其实很多新闻是没有报道出来的，到底结论是怎么样，好像也没这么多人关心呢。那我今天这个影片呢，就是希望可以聚焦在这些职场霸凌的事件上面。你们不觉得很奇怪吗？发生霸凌的是这间公司，但启动调查的也是这间公司。那请问，求证、人证都是自己人，这样的调查公信力真的是大众可以接受的吗？里面有提到说，家属已经接受这件事情是查无不法，没有职场霸凌的事件。有一种感觉就是，家属都觉得这只是一个单纯的轻生事件，这并不是职场霸凌事件。但我还是想说啊，从种种的迹象来看，非常多的问题他们没有解释清楚。举例来说，那一张群组的图片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跳楼下去的时间，前面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是经过了一场会议呢，还是经过了什么事件，才会让他萌生想要轻生的念头？这件事情呢，我觉得台达电呢，其实应该要好好说明，而不是一言带过说，因为家属认为呢，觉得也是没有职场霸凌的事件，就这样草草带过。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好好解释出这起事件到底是什么样子。那更扯的事情呢，就是这件事件之后呢，又有了案外案。有一名自称是台达电的前员工的黄姓网友啊，在 PTT 上面发文爆料，自己呢也曾经被台达电的人资与主管联合霸凌，被逼着签自愿离职单。简单来说就是你不走也得走，反正呢我们有办法让你一定会走。那这件爆料发生之后呢，台达电呢就很急啊，反而他发声明稿的速度非常快。他就说，其实是因为这名黄姓员工呢，在试用期的时候表现不佳，所以呢，依法终止合约。还没完哦，他们甚至直接对这名员工提告他妨害名誉。霸凌员工的事件呢，当时都还没有查清楚了，怎么可以这么急的赶快去提告呢？那我这个影片呢，会不会也很快的被击呢？这种危机处理模式呢，你们给几分？结果呢，台达电的声明稿一出之后呢，这位黄姓员工马上就在 PTT 抛出他的不自杀声明，我是不是也要抛啊？并且附上呢被更改3次的离职单的截图，还表示啊自己手上握有录音档啊，准备交给台北市的劳动局。后来呢，录音内容也被媒体爆料出来了。你还要这样子跟我耗吗？你跟我等整天了。不然我等一下还有面试，你没有时间思考了，就是这样子。你等一下还要什么？这也不是你，这也不是我的字啊。那你就写啊，旁边签名。8月31，我已经跟你讲8月14了。那你原本就写8月啊。我已经说8月14了，明天主管已经没有工作给你做了。如果你要这样子玩，我们不用玩了，我请主管送你出去。你要这样子吗？主管在旁边，我请他送你出去。要吗？这是最后一个机会哦，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哦，今天就是最后工作天，你要这样子吗？这样子
就是有记录哦。我已经给你太多机会了，你要怎么做？你原本说最晚什么时候？星期五是吗？就是今因为天。你变来变去的，我也不知道。你才变来变去，你不要再跟我扯这个了。所以你现在要怎么样？我唯一能帮你谈的就是，对我来说啊，我觉得这个就是很明显的职场霸凌事件了吧？还是这不叫职场霸凌，又有另一个专有名词，叫做亲切指导之类的。那这个事情呢，其实就像是温水煮青蛙一样，一步一步剥夺你的选择权。等到你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被逼得退无可退了。我听到这些录音档的时候，看到那些手法的时候，其实说真的，有一股火在燃烧。而事件发生到现在啊，虽然说台达电的形象已经让网友们觉得非常的失望，但是现在媒体确实已经没有再继续报道后续消息了，好像就这样子结束了。有趣的是啊，有一个13万人关注的实习透视镜啊，这个社团呢，他有提到说，如果真相还没出来之前呢，他们不会再 po 台达电的各种职缺。整件事情呢，你会让人家思考，到底为什么呢？台湾的就业环境，台湾的科技业，为什么环境可以这么差？为什么有些企业文化呢会默许这种文化在这里枝芽发展呢？难道真的要等到事情发生了之后才要正视这些问题吗？当然了，我讲的这些呢，不是针对台达电哦，是针对有问题的公司哦。面对霸凌的文化的情况啊，我罗油逆呢，希望可以提出5点有用的建议，让这些企业呢可以学着点。第一个呢，企业应该要建立一个透明的一个考绩制度啊，不要随便乱扣员工的考绩，也不能让主管的心情或是他的自由行政来决定你的未来，把人家逼得走投无路。第二个，应该要建立一个独立的、匿名的申诉管道，保证员工他的声音可以被听到，可以被采纳，否则再优秀的人才啊，可能都会被消磨殆尽。第三个，我们也要学会向上管理，主管的方式应该要受到监督，不可以再让那些鸡毛当令箭的那些主管啊，一直乱搞。这种啊，上位者就像是皇帝，想怎样干就怎么干的这些文化，真的要好好检讨一下。第四个，对于霸凌问题呢，公司应该有明确的处罚机制在里面，并且有个调查机制在里面，更不是那种出事就切割，没事就装无辜的心态。第五个也是最重要的，企业应该要把员工当成人，而不是当成一个机器。如果员工都变成了机器，那请问这些员工还有想为这间公司付出的心吗？还有这些热情吗？这不是痴人说梦吧？那最后这个黄姓员工的事件会怎么样的处理呢？会怎么样的结束呢？怎么样的结尾？我也在等，我也在看。这不只是他们自己的问题，更是整个就业职场环境的问题。所以呢，你各位啊，找工作的时候记得擦亮你们的双眼，要好好找自己喜欢的公司，不要找那种有问题的公司。这件事件啊，绝对不是网络上在热搜的这些猎奇新闻。当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用最激烈的方式控诉整个体制的时候，我们能否真正的听到在会议室里面被压抑、想要哭泣的心灵啊？或许该被审判或被检讨的不只是台达电，而是整个社会对成功的定义。别让下个时代的职场只剩下跳下去的身影。那如果你认同我这个影片的观点的话，也希望你可以帮我把这个影片转发出去，让更多人知道。你们的每一次转发与观看都可能是改变的起点。下次我们有机会呢，可以再继续探讨这个事件后续到底会怎么样子进行下去。我们也会继续揭发这些荒谬的一些职场的真相。那我们就到这边为止，我们下次见，拜拜。还要去上班，真是累，工资压力多如山。我是小小的螺丝钉，长满心寒离不开 KPI 追都跑不开。